搅和的，那不你搅？你不说你家做那事儿好吗？左一出右一出，你给我撵出去，好使吗？咋不好使呢？就给撵去，事儿太多。撵出我就领我女儿走呗。那你就走呗。一天搁这净挑刺儿，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。视频中争吵不休的两位女士本是一对准亲家，那么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可调解之事，从而闹到了节目组呢？事情的起因还要从其准女婿小军的上场说起。谁料刚一上场，小军与丈母娘之间就火药味十足。站在你对面的那位是，她是我丈母娘。我不是你的丈母娘，干嘛你叫我丈母娘啊？事儿已经定下来了，你干嘛还用那样？谁给你定下来了？你家出那事儿对吗？这不都因为你吗？突然间你就上去我家住啊？啊，我对我女儿不放心的，我就得去啊。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，怎么轮到小军这里？他的丈母娘不仅不对他笑脸相迎，还当众拒绝与他相认，让小军下不来台呢。更何况从他们得话中，我们不难听出的是，这娶媳妇还陪嫁了一个丈母娘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不是过小礼了吗？过完小礼把我女儿带到他家，我女儿岁数小，我现在不想跟他在一起住，是吧？这对我女儿不好。那再说你上我家去住，你应该告诉我一声啊！本来我家就是两室一厅的，你要是和我对象住一个房间，就我爸和我妈住一个房间，我知道我只能住在必须对我女儿负责，我必须得去啊！我就去对我看我女儿啊，咋的？原来朱女士担心女儿年龄小，怕她吃亏受骗，便跟着女儿去小军家住。可是朱女士如此爱女心切，并且什么事情都给女儿做主，那今后女儿还怎么独立面对生活呢？女儿要结婚，就让她自己一个人去判断、去选择、去爱不好吗？更何况这么陪女儿去住，不怕街坊邻居说闲话吗？对此小军也是唉声载道。本来我家就没有多少钱，我爸和我妈俩吧东奔西走的凑够了10万块钱，马上过大礼了，他家突然间要了20万。普通人家能拿出来10万块彩礼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，可反观朱女士，不仅不体谅对方，甚至还要在结婚之前提出增加10万，要20万的彩礼。这对并不富裕的小军家来说是雪上加霜。可朱女士是为何突然改变主意的呢？我就想为我女儿讲话提高一点身价，看你家有没有点诚意。不是，这20万拿去干嘛呢？我是1分钱不花，也是给他们置办家务啊，置办东西啊。你说要20万，他家也没给那么多呀。给了多少？就是好说好商量了嘛。然后那个就说了啊，那你家那个表态，然后那个就为了表态嘛，就给他要多了5万块钱，就15万呗。就寻思让他给我家买，全都给了，给了。在小编看来，朱女士表面上是为女儿着想，为女儿争取幸福，其实她想要的是提高女儿的地位，想让对方重视自己的女儿，固然没错。难道必须是对方掏出口袋里的最后一个字儿才是重视自己的女儿吗？我看这也未必吧。更何况他现在对亲家如此刁蛮，如果对方把所有的怨恨都堆积在心里，等自己的女儿嫁过去之后对她不好，朱女士又该如何自处呢？然而对此朱女士却并不在意，更是说起了另一件让人咂舌的事情。我和我女儿，我就拿这卡出去先购点物吧，给她家买个洗衣机啦，买个空调了，搁商店看好东西了呢，一刷卡，卡里没钱，你说他家什么意思？耍我们一样吗？你不说你儿子让你上来给我解释吗？我看这回你怎么给我解释的？本来就是那，我就给你拿差了，拿那卡。你是拿差，你是经营的，我看你这纯粹是刁难我们。啥岁数能不能让你搅和的吗？我干啥我搅和的？那不你搅和？你不说你家做那事儿好吗？左一出右一出。那你看我还一个劲给你道歉，你就从哪我说给我女儿要了5万块钱吧？你说的你给你儿子卡全都给没收了，你拿卡还给我拿个没有钱的卡，你什么意思？听闻此话，台下观众震惊不已。朱女士好心为女儿女婿置办家电，谁知刷卡时这张卡却让自己丢尽面子，这很难不让她认为对方是故意的。然而反观小军母亲，却只是解释说自己拿错了，别的什么话和行动都没有。这让她猜想对方是否是因为对她不满，决定给她得一个教训。而后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，朱女士还接着说出许多两人的矛盾，向他儿子告状要把我先给撵出去吧。来，我女儿养老呢，你给我撵出去，好使吗？咋不好使呢？就给撵去，事儿太多。撵出我就领我女儿走呗。那你就走呗，一天搁这净挑刺儿。场上两位老人争论不休，听得众人是头痛不已。而从中大家都能看得出来的是，小军的母亲其实是挺善良的，并且她也一直在这段关系中低头，而朱女士却一直都是桀骜不驯，抓着一点理就拼命讲。可是好歹以后自己的女儿和小军要过日子，如果以后还要结成亲家，干嘛要把仇结得那么深呢？再说
你上我家去住，你应该告诉我一声啊。本来我家就是2室1厅的，你要是和我对象住一个房间，就我爸和我妈住一个房间，我只能住在客厅大地铺了。再说了，你搁那住，你就好好住吧，你干嘛说我是初中毕业的呀？根本是，你就配不上我女儿啊。那你干嘛还要跟我爸和我妈当面说呀？他是个小学毕业，我女儿是中专毕业，根本就委屈了我女儿啊。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有人在自己在意的人面前诋毁自己，而朱女士对小军除了诋毁还有看不起。试问这样的丈母娘谁能受得了？不仅如此，对小军的母亲也颇有微词。他妈做饭呢，只是我女儿在家都不做饭，干嘛上你家去就做饭呢？你家不炒菜呀？凭啥我女儿去了，你就让我女儿给你家炒菜做饭呢？跟着女儿住到小军家已是无理，告诉女儿别干活要地位更是无理。虽说我们不弘扬女孩就应该干活的思想，但是在婆婆家一点都不干活，那婆婆该如何看待这个女孩呢？所以对此小军便有些怨言要讲。毕竟说我妈连媳妇在做饭呢，忙不过来，那菜马上就要糊了，然后让她翻一下能怎么的呀？我妈就给她女儿加了西红柿炒鸡蛋，中午炒的，她就不乐意了，说是给她女儿加剩菜了。这你说你也给我妈炒？听闻小军的话，众人才知道小军母亲也没派什么重活给朱女士的女儿，只不过是忙的时候给拾掇家里。虽说做母亲的都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干活，但假如朱女士有儿子，也不希望找一个好吃懒做啥也不干的儿媳妇吧。所以做人要将心比心嘛，站在对方的角度，朱女士一定会理解小军母亲的想法的。可朱女士依旧不认为自己是错的，接下来说的话则更是的理不饶人。一开始订婚前说的可好了啊，不抽烟不喝酒，可那好，第二天出去母亲半夜都12点多钟不回家了，又出去喝去了，那我不担心我女儿以后交大草生活能放心吗？以前挺喜欢的，后来为什么不喜欢了呀？因为他把我妈惹得也挺生气的，他以前做那事儿也挺让我伤心的。过礼之前你咋说的？你说你不抽烟不喝酒，过完礼之后呢？那不都是你妈说的吗？你妈给我家，你妈给我家12点才回家，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你啥意思呀？你不让我伤心吗？不担心吗？抽烟喝酒吗？问你抽烟喝酒，那为什么骗人家？我以前抽的少。俗话说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小军的不诚实让朱女士和女友小慧对他失望。男人要有一说一，嘴要对着心，否则谁放心把自己女儿交给你呢？如果小军爱自己的女友，就应该表现得好一点，让丈母娘认可自己，尤其是丈母娘在自己家住的这段时间。然而小军对此也有解释。当初是我同学有一个就过生日，我就给他过生日去了，然后就回来晚点。那你也不能说那样啊，你就好啊，他披头散发的搁门口就这么式的，就这么瞅我，我下注意了，完了后来反应过来了，我给客厅灯打着了，我就看他穿大拖鞋，他就这么往前走，就骂可难听的，我爸和我妈当时搁那屋就吵醒了。听到小军的解释，把台下观众也逗乐了。朱女士着急忙慌的想替自己女儿出头，半夜又是吵又是骂，没有一点想结亲家的意思，倒像是结仇家。而小军接着又说起了另外一件事。你说我俩照结婚相，我朋友新开一家，跟我对象俩商量，我说去他那去照结婚相去。要照免费的婚纱照，那免费的婚纱照能照好吗？我女儿结婚，我必须让我女儿照相照的好一点啊，让大伙看着也好啊。主任不是他想象的。哎，有吗？我们看看照的怎么样？这是免费的吗？不是免费的，就这张相，他挑了就是得有20多件，那个挑出这么一件来。我必须挑啊！我女儿照婚纱照，我必须让她得好看呢。你说搁我朋友面前我都下不来台，你那么说。你朋友重要是你女朋友重要？他俩在我心中都感觉没有一个重要。丈母娘重要。这得花不少钱吧？3990都。人家照结婚照，有的都花5000到1万。我这不需要太高，不让他说免费的，我先让他花2钱，让我女儿起码讲话照顾一回好一点的，是不是？结婚照免费和花钱有什么区别呢？只要照了不就行了？再者说，1万块钱的婚纱照，80万的礼金，就一定能保证小军对自己的女儿好吗？这是成正比的吗？关键是人品，对方的人品怎么样，口碑怎么样，这才是最重要的吧。因为你处对象跟我女儿说，我女儿的工作搁大连工作都不去干了，你呢你也在家待着，那以后就你这样是能养。我这是为了让我俩，这不为了跟他培养感情吗？我出去工作，我俩不属于异地恋了吗？毕竟那样式的话矛盾肯定很多。本来我俩就处的时间比较短嘛，我得了解他这人。即便异地恋容易出问题，想培养感情，小慧也不应该因为这段恋爱辞了自己的工作呀。如果2个人最后没在一起，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女孩子应该学会独立，要有自己的工作傍身，不要恋爱脑，
可是既然小慧有此决定，那么是因为这段感情来之不易，有着什么难以言说的内情吗？我俩是通过 QQ 聊天认识的，细聊，然后我俩是跟前儿的，有一天就见面了。见面多久之后开始下了小礼？得有将近1个来月吧，1个多月哈。主持人震惊不已，才认识1个多月就开始大礼小礼的张罗，两人对对方可真是不负责。况且1个多月还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吧，更或者2个人都不了解对方，如何谈爱，如何谈婚论嫁，更何况丈母娘一直在其中掺和。年轻人事儿，您干嘛老掺和呀？我干嘛不掺和？我女儿嘛，我必须得掺和。我大女儿那阵儿吧，我这稀里糊涂就把我大女儿嫁出。现在我大女儿特耐累，知道吗？她岁数也是自己处的对象，但是我们就不同意，怎么劝怎么说，她也不干，非得要跟人结婚。对呀，结婚我们说那你结吧，不管了。现在呢，男人出去打工去了，个家养活60多头猪，还伺候2个孩子，你说也伺候好几场地，你说我就觉得我大女儿特耐累呀。我就寻我小女儿，我不能像我大女儿那样了，她自己觉得幸福吗？必须我得给她把握。经过了解，我们才明白，是因为大女儿的前车之鉴，可能大女儿让朱女士心疼了，所以把对于大女儿的那一份情感也都附加在小女儿身上，才认为要多替小女儿了解并考验小军。可即便如此，女儿就会过得好了吗？所以听完几人得争辩之后，台下导师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俗话说女追男隔层纱，那现在我们看男追女呢，就隔个妈。我们先跟妈聊聊天。您爱您女儿吗？爱呀。才认识1个月不到的男朋友，你就放心让女儿去他们家住？这是放心，虽然是我不放心呢，真的去住。是啊。这叫爱吗？那怎么就不叫爱呢？我听我女儿岁数小啊，不懂这些，我怕讲话那我教你一种负责任的方式，可以吗？首先带女儿回家，回自己的家，真正让女儿呢去谈一场属于她的恋爱。您老为她做主，今后她怎么独立面对生活呀？必须得让她自己一个人去判断、去选择、去爱，好吗？面对导师的建议，朱女士表示认同。然而，不管朱女士是何想法，选择权掌握在2位年轻人手里，看他们如何决定。其实媳妇儿，在你没有这段时间里边，你知道我什么的感受？整天吃不饱，睡不好，整天寻思你在哪儿。媳妇儿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，就给我次机会吧。我以后还会对你那么好的，行，你给我次机会吧，给我一个悔改的机会，再也不这样跟你妈俩吵架了。其实我妈以前对你印象挺好的，要不然不可能咱俩第一次见面我就上我家就把你介绍说是我对象。我妈有不对的地方，我希望你能理解她的，毕竟她是为了我好，她心里是爱我的。只要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对她好的，我会对她好一辈子。让我考虑一下。场上，小军希望女友再给自己一次机会，他还是想挽回这段感情的。而女友小慧也决定原谅，两人好好在一起。对于这个结果，众人也表示祝福，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本来礼是一种尊重人的方式，但其实呢，在生活演变成了现实和金钱，倒显得没什么人情味了。说到幸福和地位的事情，地位就代表幸福吗？很多嫁进来的时候8抬大轿抬进去，等结了婚之后百般的凌辱，所以地位就一定等同于幸福吗？幸福不是得到的更多，而是计较的更少。那么看完本视频的你，对于这段